你好，我是阿里，好久不见。大家最近手里面的这些币啊都涨了，对吧？那么比特币曾一度站上了46000，狗狗币呢最近也从0.19啊一路上涨，最高到0.29，将近50%的涨幅啊。那么别看这么大涨幅啊，依然有很多朋友空仓到现在了。那么看来这个经验主义的熊市理论啊，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非常的有市场。那么不管怎么样吧，我在这里啊都希望大家在后续的这个行情中啊能够赚到大钱。那么本期视频我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最近狗狗币比较火热的这个新闻的大事件。节目的第二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从大数据这个层次来看一下最近这个比特币啊2周之内这个上涨背后的它动力以及这个资金流转的情况啊。那么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说一下我对目前币圈这个技术流博主的一些看法，以及大家最关注的狗狗币啊这轮牛市的高点到底会在什么位置啊，何时逃顶。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啊，我的频道是专注于赚钱。那么目前呢主要是讲这个币圈的内容比较多啊，后续会增加更多的美股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如果你觉得内容啊对你有所帮助啊，不妨点赞转发一下。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最近的这个大新闻啊 ，AMC 这个股票啊，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我自己在今年呢也操作过几次。那么这家公司的 CEO 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 CEO 叫做 Adam Aron， 这个人呢是股市里面的马斯克，那么在推特上也是一呼百应。AMC 在最近公开的这个第二季度的财报中表示啊，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会支持比特币支付啊。为此，推特上的这个众多狗狗币的支持者们就纷纷跑过来，强烈要求Adam Aron 一定要把狗狗币也加进来啊，也要支持狗狗币的支付。那么理由就很简单了，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了。那么理由呢，就是狗狗币的这个受众呢更加的广泛，而且狗狗币它每秒能够处理33笔交易，而比特币啊只能处理7笔。那么手续费呢？狗狗币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啊是更加的便宜。那么 Adam Aron 呢属于是比较亲民的这种 CEO 啊，所以我刚刚说他是股市中的这个Elon Musk。那么 Adam Aron 和 Elon Musk 这两个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在网络世界里啊，亲民亲屌丝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回报的。那么在未来的世界里啊，摆一副臭脸的老派的资本家将不再受到欢迎，所以这两个人啊才能够聚集这么多的人气。那么相对比啊，灰度基金的这个创始人 Barry Silbert 呢，就是超级被网民唾弃的代表人物。那么既然我们说到未来世界，我不妨来说一下我的观点。那么区块链呢，就是这个未来世界的通行证，而且我坚信狗狗币呢，就是未来世界的这个货币。好，那么言归正传，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比特币暴涨背后的大数据。那么时至今日啊，如果你还在纠结牛市是不是回来了，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看一下，过去2周之内，比特币它这个资金的流转情况。根据这些数据呢，我们发现，市场里面超过100万的这个交易量占了主导的地位啊。那么4.35万美金的时候啊，约有23枚比特币，就是说它的交易。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那么从2020年9月份以来，这些大额交易的主导地位已经从过去的30%上升到了70%。那么随着币价在7月下旬降至2.9万美元的低点的时候啊，100万到1000万美元的交易组明显飙升，主导地位上升了20%。那么本周100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量的主导地位也随之飙升，上升了20%。那么这种现象支持了价格的反弹。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翻译一下，翻译成人话呢，就是说大机构在7月底的时候啊，在持续的买入比特币。那么也就是大家最悲观的时候啊，他们在底部啊开始抢夺你丢掉的29000的便宜筹码。那么另外呢，长期持有比特币的账户呢，一共持有比特币1248万枚，占总流通量的 82.68%， 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如果有人再问，什么人会在比特币持续上涨的过程中不断的买入比特币，然后呢促使比特币的价格呢不断的升高呢？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了。那么这就是市场上的供应量啊，
在不断的下降。大家都知道，每4年比特币的产量减半，那么截止到目前，比特币已经被大家这个挖的差不多了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最近黄金的价格呢在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抵抗通胀的这个黄金啊，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呢不复存在，而比特币的这个抗通胀的优势啊，已经摆在了全世界投资客的面前。那么到底该怎么选择，一目了然。等大部分资金啊都意识到比特币重要性的时候啊，市场上将会一币难求，价格呢自然也会随之上涨，水涨船高。那么在讲第3部分内容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读的这个《反脆弱》这本书，它描述了这么一个情景啊，就是专家们发现鸟儿飞行的原理之后啊，那么就开始给鸟儿培训怎么飞行。他们利用各种理论知识、数学模型啊，推导演算，最后发现鸟儿根据他们的这个建立的模型啊，这些公式啊，真的能够飞起来了。于是呢，就告诉所有的鸟儿都必须要经过培训才能够飞行。那么整个事情呢，看起来是非常的荒诞，却是在现实生活中啊不断的出现。我刚才所讲的这只是一个比喻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比喻。比如说用各种指标呢去预测市场的发展，但是呢市场还是很难进行预测的。那么早在这些指标啊，在这些 K 线出现之前，市场它就已经存在了，价格就开始波动了。为什么人们需要后面的这些东西来指导市场的发展呢？这不就是跟教鸟儿飞行一样是荒诞的吗？那么我知道我这么说啊，很多人一定会跳出来说，技术流的博主啊都能够预测准。由此呢，我只能想到街头算命的这些先生们，不管算命先生怎么说啊，你都会觉得他算的或多或少真有点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确认性偏差。那么什么叫确认性偏差呢？确认性偏差是指一旦人们形成鲜艳理念啊，他们就会有意识的去寻找支持或者有利于证实自身信念的各种证据，有时甚至会人为的扭曲新的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不仅避免了后悔带来的痛苦，而且这些证据对自身信念的支持更增添了他们的过度自信。那么我们说人话呢，就是你会不断的将已经发生或者已经存在的事实本身呢，从算命先生或者是技术流博主那里寻求证据。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就是算命先生和技术流博主会把所有的可能性啊都会给你讲一遍，那么怎么着都能蒙对一个，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博主本身呢，他们就是交易所的员工啊，具体是谁呢，我们也无法辨别。那么交易所最希望大家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不停的交易，不停的做合约啊，不管是涨和跌，都希望你去做合约做交易，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不停的割韭菜。那么 Coinbase 在本周公布的第2季度财报呢，大大的高于预期啊。虽然说这个第2季度加密货币市场整个行情都不好，但是他们的收入呢还是在持续的增长，非常的可观。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目前没有上市的这些交易所，他们也是赚的盆满钵满。我今天说这么多啊，只是希望我们频道的观众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盲目的跟从别人告诉你的这些事情啊，跟这些东西一定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这个大脑。那么还是要多读书啊，少做交易，买进呢就拿稳，等待一个翻倍的机会。那么本轮牛市，比特币和狗狗币到底能够达到多少高点呢？那么根据市场上啊，整个世界上不管是英文博主还是中文博主，他们的这个预测呢，我来一个就是最保守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比特币会到10万到15万美元之间啊，在这个区间内。那么狗狗币呢会到1.2美元啊，所以未来狗狗币上10美元的这个长线的目标呢是依然有效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的内容了。再次祝福大家今年都能够赚大钱啊，发大财，让我们一起见证 Peace。